翔翼手龙出动。首先看一下这个翔翼手龙的飞龙神态，造型呢还蛮帅气的，但跟暴龙丸不一样，它是直立型的飞龙，翅膀可以翻动，然后也可以打开来，或是折下去，手臂可以弯曲，也可以左右打开来，然后手肘也可以弯曲。那手臂的底下有透胶的状态，大腿可以弯曲，小腿也可以膝盖弯曲。那这3根薯条呢，可以往上折，那这个是大合体的需要。侧面的红色装甲可以稍微转动，背后这一块是自视人的前脚掌，那可以当做是脚后跟。尾巴的分色还不错了，那这边有一个弯曲的可动度。那这个脚要打开来的时候，手臂记得要打平，再把脚弯曲成这个角度之后，才可以拔开来。那它是有一个这个卡准啊，凸起来的卡准，但是我觉得它已经被我磨平了啦。耳朵可以打开来，那这个是变形的需要。嘴巴是可以打开来或者是关起来。头是球形的，关节可以转动，头部往下往上，那这个球关有点松。背后这个背包打开来，你就会发现它的自视人的大头它是长到这个地方，那这个是 DX 都没有的结构。那这边是大合体的脸啊，那这边就是致敬的 DX 版，那这边的诠释人都还不错。翔翼手龙变形。完成翔翼手龙战士模式，死给造型比例收的还不错，帅了。那说明书有一点偷师步，它会把髋关节整个拉开来，让它的造型比较修长一些。那脚的前抬就可以达到这个幅度，后抬、侧抬、水平旋转，膝盖弯曲90度，脚掌可以往下凹。那有一个球关算是假的接地。那这只没有腰转，有点可惜了。胸口就是翔翼手龙的龙头，特别的帅气。那跟暴龙丸不一样，暴龙丸是折成90度塞到胸部里面，那翔翼手龙就是把龙头露出来，头比 DX 版帅了不少。虽然我觉得翔翼手龙的头型比较没有那么好看，那主要是因为头部的形状比较普通啦，那加上前面一个尖尖的角，看起来有点突兀，但是看久了觉得还蛮帅的。因为它这是模仿龙尾的感觉吧。肩胛的装甲这边打开来就可以侧抬、水平旋转，手肘弯曲，拳头可以旋转，但是非常的紧。肩膀关节你把它拉出来之后，它是可以旋转的，不过幅度不大，大约45度而已。那配合前抬的话，就大约是这个程度了。就还算够用了。那这个龙的脖子还可以变成一把枪，首先跟这个炮口做连接，最后再插入这个握把就完成了。可是我觉得握把应该可以做成折进去的，这边就有点可惜了。那这把翼手龙枪呢，造型上还 OK 啦，普通，就稍微看过就可以了。印象中好像很少用那要安装翼手龙无敌炮的时候，就是这个龙的尾巴的时候，官方是叫你把这个拔掉了，但是我觉得装上去好像也没差，
而且你还可以把这个拔下来的龙爪再装到后面这个卡榫里啊，就跟 DX 版的一样，装到背后这2个卡扣当中。当然，如果你把后面这一块拔掉，它的卡榫就可以卡入比较前面一点，然后这个地方就会稍微露出来一点点。可是我是觉得还好了。异手龙无敌炮发射！哇！可恶的元气小子，伸张正义，响异手龙之光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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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组成超值合体将军的时候，你会需要这些补助零件，那他们的身上也要再拔掉一些零件才可以合体。超值合体，超值合体将军，伸张正义。完成超级合体将军死给，那外观呢非常的帅气吼，非常的大只，非常的雄伟。装完之后其实蛮感动的，因为零件几乎都有用上，那还是要拔掉一些零件的。那天神狮王这个拳头的零件应该也是要拔掉的，但是我觉得装上去也没有差别啦，所以就装上去了。那这个超值合体将军呢，基本上就是一个战士了，因为它光是要组合成这个样子就已经花非常多的力气了。只不过它在合体的时候还是要安装一些补助的零件啊，像是肩膀的这一块灰色的零件，
但是没办法，因为指数仪当初合体的时候就太松了，加上这一大块蓝色的零件就是为了包住合体将军的肩膀的零件，这也是为了合体的稳定度。我觉得合体将军的这个肩膀的卡准蛮容易掉的，可能是做的太短的关系了。那手臂的关节就是这边一点点，然后侧台呢可以说是没有，因为被合体将军的这个手部的尖角卡到了。手肘弯曲呢就是大约80度左右，而且这一块很容易拔掉，大约只能折到这个程度了。但是你可以偷师部把这个大腿的关节拉出来一点点，就可以弯曲的更多一些。头部很帅，就是天神狮王的这个可以变的狮子头，把它折叠变形而成。可是它还是要拆掉一些零件，再装上这个脸部的零件。那头是球形关节可以稍微的转动，然后这一块整个可以拔起来，我觉得有点松，可能是没装好吧。那下半身的可动度呢，可以说是没有，因为它没有腰转，然后髋关节也不能转动，水平旋转可以。那髋关节不能折曲的原因是因为这边跟 DX 的合体结构是差不多的，所以它就固定住了。那这是为了稳定度啦，像它膝盖这边有一个补助的零件啊，那好像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了。然后它的大腿可以弯曲，可是要注意这边的关节可能有点松，到时候可能要用紧一点。翅膀的重量太重的话，加上上半身的重量可能会有点撑不住。脚掌因为这边固定住了，那所以它的接地就变成翔翼手龙的前脚掌的接地。这个翅膀就是翔翼手龙的翅膀跟直树鹰的翅膀合体成一个 X 的状态哦，背后也是非常的壮观。那翅膀这边是可以弯折的，这边也可以转动，翅膀这边也可以稍微搬动。接下来是部分的剩余零件组成一个原创的武士。那主要都是天神狮王跟翔翼手龙的部分了。这个是天神狮王原刺炮瞄准镜的零件，那跟这个身体的零件做结合。插入翔翼手龙附正身的握把零件，这边插入天神狮王的步枪零件，反过来这边的洞插入翔翼手龙的枪。翔翼手龙的龙爪跟它的尾巴做结合。两边再装入翔翼手龙的尾巴，最后再插入天神狮王的左右脚。那这个就是它原创的武士。那我记得 DX 版也有这种彩蛋啦，可是 DX 版不是正式的，那这次好威少做了一个正式的处理，感觉起来呢还不错啦。虽然没办法解决100%的剩余零件，但是还算是蛮有诚意的。那它的样子与其说是炮，更像是一台支援的飞机。那它要握住那把炮的时候，先把拳头转个90度，但是拳头其实是握不住的，它主要是扣这个卡扣，扣到手臂上的这个洞。但是基本上这把炮是举不起来的，因为太重了，就只是一个玩法而已啦。那要跟这个合体的骨架做结合的时候，你要先把超值合体将军分解成左右2个单位，那右边就是拔掉用不到的，左边就是保留下来的。脚的部分很简单，就是多套一个这个后脚跟的零件。小腿旁边这块合体将军的零件呢，可装可不装，因为它是合体将军的美观零件啊。那包括后面这一块呢，要不要拔也是随你，因为它不一定要拔。就可以先结合这个腿的部分，另外一只脚也是把它结合住。上半身左右2侧的零件先拔开来，再跟合体将军的上半身的零件做结合，左右两边都有。因为脸是共用的关系，就可以装上这个美观的狮子头零件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零件有点多余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鬃毛变小了。所以我是觉得不换应该还比较好看一些。接下来就是肩膀上的肩胛做结合，卡扣对里面这个卡扣，就把它合体起来。手腕的地方就大力的嘟进去。这边可以装上这个美观的遮丑零件，但是我觉得装上去之后反而变丑了，可装可不装啦。小拳头我们可以拔掉。
换成这个大拳头比较有魄力，就可以跟它的上半身做结合的动作。那这边卡扣很多，然后再跟它的胸甲做结合，1、2、3、4，两个凸两个凹，对准这边的两个凸两个凹。那这个地方位置就自己找一下，然后对准卡扣之后，就用力的压进去。最后再安装这个翅膀的零件，完成超值合体将军美观零件版死给。那可以看到换了美观零件呢，就是变得更加的美型，而且它的可动度就大解放了。肩掌的零件可以往上翻，手臂就可以侧抬。那你把胸甲打开来，翅膀也打开来之后，手臂就可以360度旋转，二头肌旋转，然后手肘弯曲90度，拳头也是可以旋转的。那它还有这个开掌手啦，就是随你自己替换，但是里面有透胶的状况。当然你换成小拳头之后，你就可以把拳头把它藏到里面，就可以把这个元气炮的炮口放出来。当然如果你觉得不够帅的话，可以再装上这个大管的炮口，就更有魄力。那它的腰部就有旋转的关节，髋关节可以往下拉，就可以弯曲的更多。但是我觉得可以做成像钢弹一样的前拳甲的结构啦，因为这个样子往上折的时候会有点怪怪的，好像腿断掉了一样。那膝盖弯曲呢，就是大约80度左右。后台、侧台还蛮紧的，所以各位小心一点。水平旋转也有。超值合体键。伸张正义，元气小子之光。这把超值合体剑呢，尺寸上是还蛮大把的，可是我觉得可以再做大把一点，应该会更有魄力。而且这一块如果再做一个透视版的剑刃可以替换的话，应该会更好看。那红色的地方跟绿色的地方都是贴纸，那银色的地方是涂装。那跟万代出的热血最强超热血合体龙王修罗摆在一起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那我是觉得两台我都还蛮喜欢的啦。那虽然热血最强的大腿很长，小腿很短，然后超值合体相机整体的比例会比较好看一些，但是说真的，厂商愿意出蓝光人的组合模型，那我是已经很满足的啦。再跟雷神王摆在一起，你就会爽到受不了，因为蓝光人终于3部集结了。那虽然变形雷神王我没有摆出来的哦。接下来就等好微笑推出第4部的完全胜利的组合模型吧。那今天这个摩多罗伊斗翔翼手龙跟超级合体将军呢，我是觉得做的还不错。那虽然大合体基本上已经没有关节可动度了，但是还可以替换成有关节可动度的部分啦，所以还算是蛮好玩的。加上它的大合体几乎用了80%的零件，组起来还是蛮爽快的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表现得非常棒。那喜欢蓝光人系列的玩家呢，应该是不会错过这一支。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哦，谢谢各位收看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